本节目由拍照就能赚，拍得多赚得多的闲鱼独家冠名播出。自适应喜临门呼呼任性睡。本节目由喜临门呼呼联合赞助播出。我是真的觉得特别好，整个的就是节奏，就是感觉是非常非常老练的。应该是吗？很稳，对，很稳的，很老练。听那念佛经好多年了，这人肯定稳啊。你这个段子很多年前我就听到别的人跟我讲，有一个叫吴鼎的演员讲一个，我是第一次听说念佛机，就是因为别人说哇他讲那个段子太好笑了，但我具体我不知道是什么段子，但我已经听过别人说吴鼎的段子很好笑，就是因为这个。对我当时都想带货去了。哎，我有人演出，好多观众说我也想买一个，我说可以可以。哎，吴鼎，据说你有心愿呀？因为我很喜欢周老板啊。我人生第一次看脱口秀线下演出就是看的周老板，当时就很喜欢他，他是我的脱口秀启蒙，所以就希望能得到周老板的认可。怎么个认可？因为周老板是天花板嘛，对吧？我吴鼎嘛。对。哦，这么个哦。所以你的意思是要说什么？我让周老板说一句：吴鼎的喜剧能力在我之上啊。哎，我觉得他能说这种话了，你要跟他说，你是不是好久没拉臭臭了？给自个儿憋成这样了，脑子都不清醒了吗？满脑都是什么东西啊？我今天就打算满足吴鼎这个愿望。哎呦，谢谢。对着电视机前、屏幕前的观众说，吴鼎的喜剧能力远在我之上，天花板上板。你以为是个好事情啊？以后吴鼎你去演出，别人介绍你都这么介绍。吴鼎，哎，周老板大家知道吧？哎，好笑吧？吴鼎比他好笑100倍。然后有请吴鼎。你也这么狠坏了。哎呀，你就演去吧。理解他的痛苦。咱们只限这个节目啊。行，感谢吴鼎为我们带来的精彩演出。谢谢大家，拜。谢谢吴鼎。为什么想要参加这个节目？找一个新的尝试吧。比赛我是真比不明白。加油！之前也上了2年综艺嘛，其实效果我个人觉得非常差，因为比赛那个高压环境下我太容易变形了，就想换个形式嘛，看看这种就比较放松嘛，没有那么大压力。风雪压我2-3年，他不能再压我2-3年吧。接下来这位演员他非常的美味，因为他的名字叫做鸡翅。Chicken wing wing wing。Hello， 你们好吗？我是鸡翅。Hello， 朋友们。其实我去年我也参加了那个企鹅那边那个脱口秀节目，我跟吴鼎一块去的，也一块来了。没想到今天啊，跟吴鼎一块在这还能看见大张伟老师啊！活真多呀！去年淘汰之后，我们痛定思痛，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我觉得人呢就不必太在乎结果，只要享受过程就好了。我做人也是这样的。你们可能没有看出来，我其实已经健身2年半了。对，我的健身成果也可以说是毫无进展吧，反正就。哎，有时候我觉得我这种身材还挺常见的，我这个就是男人的经典款皮肤，就肚子大大，但四肢纤细，我们长得跟蟑螂一样。我第一次去健身房，我真的啥都举不起来，我只能在那个跑步机上肆意的奔跑。你离远一看就是蟑螂疯了。然后后面永远有那种私教大哥，每个大哥都要穿一件紧身衣，吹弹可破，晶莹剔透，就像一只大蚊子。很快蚊子就发现了蟑螂，扇着翅膀就过来了，悄悄走到我后面就那种。健身房的私教就是这样，就没什么边界感，但就是喜欢乐于助人，你知道。我第一次去我也没经验嘛，我想玩那个深蹲，我就背了一杆铁，我刚一蹲下来啊，就有一双温暖的大手包裹住了我的臀部。后面有个很 man 的男生给我来一句，他说：“兄弟，让我来帮你感受臀部的发力。”
我说哎，我的臀部，哦，你来感受。那我感受什么呢？你掌心的温度。一个人在大城市打拼这么多年，第一次感受到背后有人给我兜底，蛮奇怪的，你知道吧？哎，我也有体验过那种私教课那种体验班，真的体验非常不好，太燃了，训狗一样训我。每个教练看见我就 Come on good boy， 我在旁边累的。体验完就让我办那个课，那个课真贵啊，最便宜的私教课也200-300块钱一节，我就很烦那种健身房那种大哥，每天就催着我们办课报班，每个人都有那种励志的口号。你们有没有听过那种，就是我一不办课不办班，那个教练就催我说，哎，你难道不想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我说我想，但也太贵了，对吧？我觉得这个时代很奇怪，好像非逼着我们变好，对吧？但其实变好其实很奇怪，就变好你一定要花钱健身，花钱学语言，花钱学乐器，就为什么变好一定要花钱？老实讲，我现在在变好的同时，我也变穷了。我今天可以说是又好又穷，我好穷。但我也绕进去这条弯路了。我报过私教课，我健身2年半，我在私教上花了1万块钱。练成这个样子，我有时候觉得就健身没有必要找私教课。我健身2年半，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接受了不完美的自己。我觉得就是胖胖的也挺好，多少人想胖还胖不起来呢？胖点好，我觉得没有必要活在那种世俗对你的那种常规审美规训里，非要你腹肌胸肌就这么昂扬挺胸的干嘛？对吧？我算是悟了，朋友们，我感悟了。我健身2年半。我就是来练这个圆肩驼背的，我故意的，我觉得这个好看，就是我们专攻的方向不一样而已，你知道吗？你6块腹肌又如何？我斜方肌也很大，对吧？你们审美不要这么单一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看的，对吧？就斜斜的，而且很方便工作。你练得这么精神，你坐在工位里，我是老板，我都想 PUA 你，你看起来太能扛了。但你想一下，我就这样坐在工位里，我上班跟上吊一样。我老板觉得我今晚就得死，法人都转给我。太棒了！就是这样，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对吧？就不要对这个社会的这些审美规训有这么大那啥。就最近1年，我已经没有碰过健身教练了，我戒了。我现在做的所有动作都是错。但我的人生掌握在自己手里，真的，我所有动作全是错，我斜方肌越来越斜。我有一天早上照镜子，我以为毒液来了。别练了，朋友们，真的，我就很烦。我感觉这个时代好像有一种自律霸凌，你知道吧？每个人都告诉你，你得变好，你得变好，所有教练都告诉你，你得变好，对吧？那些健身博主还每天说，哎，我在变好，我每天都在吃草，我很自律。有没有可能因为你不用上班？你不用上班，你当然可以每天吃草，对吧？我们这些上班的牛马，我们每天坐在工位，嘴里也是草，全是草。我们那个项目就是草草了事，你知道吧？所以我有时候我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我也能理解那些教练，因为我发现教练大哥也在上班，他们也在工作，他们那么浮夸，不过是工作的一部分，都是牛马。只不过我下班的时候他上班，是一匹下班马碰上一匹上班马。我们没得选的，我们在这个局里就是只能跟着规矩走，对吧？你去问象棋里那只马，你去问他下一步怎么走，马能怎么跟你说？你下过棋就知道，只能走。在这等着呢。这是我们马的所有规则了，对吧？哎，有时候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局就是一步一步的下，我们都是棋子而已。这可能就是资本给我们做的局。谢谢你们，我是鸡翅，感谢。来抱抱抱！感谢。帮大哥们鸡翅再次掌声鼓励。谢谢。其
鸡翅还记得上回那个节目，你是很快怎么了？我很快就是，我都怕您应该记不住我们，就是。我以为他要拿这个过袭击你呢，我以为。我不是想打人，就是平时坐惯了地铁，就是喜欢握点东西。然后，但是我想说，其实这一次的表现，哇，还不如上一回，还不如上一回。不是，开玩笑的，开玩笑的。翟佳宁，你在说什么？翟佳宁，翟佳宁，你在说什么？翟佳宁老胡说八道，真坏，翟佳宁。我一直觉得很奇怪，就是在于去年参加比赛给你造成了什么阴影啊？阴影说不上，是一个小小的负面情绪，然后可以用来写一些段子这样子。我觉得鸡翅不要记着那个打击，因为鸡翅不易打嘛。然后但是重点是在于什么？没有不，他刚才说记吃不记打，鸡翅不易打。然后但是不重要，就说我已经说过了。然后但是没事，下一个，没事，我无所谓的。鸡翅谐音梗，鸡翅不易打啊，没事。妈姐，这笑话啊，这怎么回事？是很有压力吗？还是会有一些压力？就是你们在说脱口秀的时候，我其实能感觉到那种压力，因为站在台上一个人要不能有任何的断档，不像我们拍戏可以咔，可以把最好的那一条选出来，但你们就只有这个一次的机会，所以我觉得在台上的那种压力，还有每个人的眼神，然后如果对上不太舒服的眼神，然后也会一下子出戏。不太舒服的眼神，鸡翅可以这样说：“你怎么看我？看我。”因为鸡翅分享的也是一个，就是说平时会花完钱自个儿受罪。各位有没有什么平时花钱自个儿受了小罪的这种感觉？我有一次花钱去整蛊，唯一的一次，再也不想去了。正骨吗？正骨。哎，我也去过。我也去正过骨。不是。怎么了？正骨这件事儿很突然吗？咱们原来都是这样吧，是后来再正的。杰克逊这么走，看，植物大战僵尸，咱这块。对，我没有想到他那么疼，他就给我一顿硬掰。一个男的力气很大，整个人在我背上，用膝盖顶着我的背，给我掰这个胳膊。那个床真的就是嘎吱嘎吱在响，他给我掰的时候。但是正骨特别有效果。你们看过给狗正骨吗？好。不是，有人看过吗？有没有人看过？给狗怎么正骨？就是有的狗它也是，不是，鸡翅，你听我解释。那你解释。但是真的有一个，就是那个视频，它就是给金毛，然后或者是给什么泰迪，它就是金毛吗？更像的泰迪，你现在说的就是。因为狗狗其实它不是也脊椎啊什么的，它也是咔嚓一下子。我看过那种就是趁着狗不注意，就是狗脸冲着前，这个人在它后面抱着脑袋晃，咔一下，然后那个狗突然就，没错，对吧？他那狗会懵，然后这个人亲他一口，哇！对，是的，那狗很懵。那是不是就是想偷狗的人被拍下来而已啊？好嘞，感谢我们鸡翅的表演。你对你今天没有演出满意吗？就是没有达到我预期的表演，我觉得很难过。我很担心会因为我今天表现的一般而导致大家露宿街头。鸡翅非常可爱了，那么下面一位更可爱，他是来自我们蒙古族的小可爱，叫做包可爱。可爱吗？有点可爱哈。对。嗨，你们好，我是今天的第4个演员，叫包可爱，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演出现场，欢迎朋友们。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一个内蒙人，蒙古族啊。在场有内蒙的老乡吗？应该没有吧，很少啊，平时也碰不见。好久之前碰到一哥们儿，是我们内蒙老乡，给我激动坏了，我特别高兴。我跟他说塞诺，我电脑来的是，哥们儿跟我说哈拉哨啊，挺难弄的，是个内蒙孩子，但
很多朋友对我们内蒙人是有点刻板印象的，经常有些朋友一听我是内蒙人就问我，哎，是不是骑马上学？哎，是不是住在蒙古包里？总问。我说领你们来内蒙玩一玩，对吧？你感受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内蒙古啊，解除对我们的误会。我邀请我最好3个朋友到内蒙吗？我给我爸打电话，我说爸，我领几朋友上内蒙玩，他们对我的误会太深了，你让他们好好感受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内蒙古。我爸一听，真正的内蒙古，儿子放心吧，我就领我3个朋友到内蒙了。我爸骑马来接的我们。哎，不用，无所谓啊，我不在意长人物，你给他们鼓就行，我不在意这玩意儿。哎呀，搞这些就是东北人的范儿，对，讨好型人格。然后他们仨没鼓掌。他们仨是这屋里最刻薄的人。玩笑话啊！其实讲心里话，讲脱口秀对我来说难度挺大的，因为我以前从事的工作呀和这种语言行业没什么关系。我以前是一名运动员，我以前是一名国家2级运动员。完全看不出来。真的是个运动员啊！你们可以猜猜我是练什么的，朋友们？摔跤。我们内蒙人能不能干点别的呀？铅球，你出去哥们儿，铅球，按体格来呢。举重那不跟铅球一样吗？马术啊，体操，射箭，好嘞啊！行，我们内蒙人刻板印象全出来了啊，挺难能猜出来。我自己说吧啊，我以前是一名格斗运动员。我练了2个月格斗的时候参加比赛去了，并不是因为什么格斗奇才，并不是，而是因为我真的太想跟我的朋友们炫耀我站在擂台上打比赛的感觉了。因为我没有站到过擂台上，所以没有办法和我的朋友们炫耀，我就报名了。我报名这个比赛呀，还有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已经听了太多版本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故事了。我觉得他们可以，那我也可以。报名了，我当时那个对手是个练了5年的老运动员。朋友们，你面对这样的对手，你就得想尽一切办法战胜他，你得跟他玩心理战，千万不能让他看出来你只练了2个月，千万不可以。你得想办法给他制造压力，让他紧张。所以那天啊，我们所有人在后台热身做准备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和我对手玩心理战。我对手在那儿嘿嘿，我在那儿切，嘿。我感觉他有点紧张了，心理战起作用了，一会儿怎么打他我都想好了。我说一会儿上去我一个前手拳打在他脸上，趁着他紧张的汗水从眼皮底滑落的一瞬间，我一个后拳 KO 他，和我的朋友们分享我胜利的喜悦。我想的真的太简单了，就在铁笼子门锁上的那一瞬间，我听到台下的解说员拿起了麦克风。红方选手包可爱练了2个月就来参加我们的比赛了。我说这事能说吗？我当时就紧张了呀。我看到我对手在笼子对面对着我，虽然我很紧张，但是我不能表现出来。我用眼神这么死死盯着他。比赛一开始，我一拳打在他脸上，没打着。就在那一瞬间，我紧张的汗水从我脸皮底滑落了下来，他一下就给我摔倒了。他骑在我的身上开始打我。朋友们，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个人的脑袋打到地上弹起来了。越打越兴奋，台下的观众在给他欢呼，格斗的观众真没素质啊！我听到有人在那喊打死他。我就想跟朋友们装一下，他要打死我，我必须得反抗。虽然他坐在我的身上打我，但是我可以搂着他的腰，用我的下巴膈击他，用我真正的胡子膈击他。我去死吧！你说啊？
你别笑，起作用了。他怕痒。我咋知道他怕痒呢？他这打急眼了，他越打越使劲了，他就一边推开我一边打我。我越膈应他吧，他越想笑；他越想笑吧，他就越使劲打我。最后就变成他一边笑一边打我，我一边哭一边膈应他。我被他打得很晕，我整个人躺在地上，头特别的晕，我眼睛里看到的世界都浑浊了，慢慢就黑下来了。等我一睁开眼睛，我在医院，我就看着大夫一直对着我，我突然发现完了，我只能看他的口型，但我听不到他声音。我的第一反应，这耳膜一定是被打穿孔了，你知道吗？我说完了，医生，我听不见了。大夫看着我说：“我刚才跟你开玩笑呢。”我被打得很难受，我就问大夫：“我说大夫，我这被打得太惨了。”大夫跟我说：“你就心态放宽点吧，你这不算惨了，你马上就能出院。昨天有个哥们刚出院，比你惨多了，1.9米大高个，他外甥搁那打游戏，老给递红包，老给递红包，让打住院了，都打的都拉臭臭了。”我说这太惨了，我说这是你们医院最惨的吗？不是，还有个哥们儿更惨，那阿迪达斯穿个假衣服，当着面老眨巴眼睛，脑袋上打冒泡了。挺得罪人哈。你们感觉格斗这个段子像是真事吗？不像。有人觉得不像是吗？你刻薄三人组。真事啊，这个我有视频，要不要看一下？哦，挨打视频啊！来吧。真有。这不是他呀？这是谁？就是他，就是他。身高183厘米，体重77公斤，年龄20岁，按掌声请出红方选手包文婧。这是哪个？这是我最帅的一幕了。比赛开始了啊！红方是我，红方，看他踢我一脚没事，不疼无所谓啊。看啊，我哭哭打了3拳，看着了吗？没打着。他踢我一脚打的拳看着了吗？这个我打着了。哦，厉害厉害厉害！我打他嘎吱窝里去了，我打的全是笑点。这俩哥们太客气了。他马上要摔我了，我俩马上轮了。好，他要骑我，他骑上去了，1拳、2拳、3拳、4拳、5拳、6拳、7拳。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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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狂轰乱炸。我说实话，这解说员我都气死了，我脑瓜子上打冒泡了。他搁下面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我搁他胯底下，我说哪有机会啊？我说机会在哪儿呢？哪有机会？挺羞耻哈。这视频没看过瘾，那个什么，你回头可以自己上网上搜啊，网上有啊。标题叫做“红方选手包文婧迎来了灭顶之灾”。朋友们，祝你们玩得开心，感谢感谢感谢。包可爱这个名儿是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拳坛已经丢人丢到这个程度，说改名了嘛，就是包文婧变成包可爱了。哎，不是，这本名都让你记住了，我的天！刚才你说的呀，因为你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我觉得那个解说说还有机会，指的是对手，没有还有机会打死他。怎么一直没有打死他？还有机会。哎，我刚才听见那个里头在喊让开，让开，让开，让他打死他。哎，你现在这个怎么就这样？你把对手吃了，还是后来怎么着？变成2个人了，就是感觉是吧？判若两人。他说打肿了，我的天！要不你刻薄呢？我觉得这个演出真的好玩，就是在于他后边这个视频，他自个儿自己解说，自己被打。
因为你演着演着特别有那种东北大嘉宾的感觉，上来就有了。对，说只要大家不走，我给大家接着演，就是那种特实在。然后就你整个演出我都特别的陶醉，我特别喜欢这个演出，真的很棒。我觉得这个演出无论去比赛在哪儿都是满登的。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客气了。绝对，我觉得他的控场能力非常强。对，他上台以后就感觉非常的随意，是他的主场一样。对对，感谢，谢谢你。你以前格斗只练凶狠的表情吗？平时那种可爱的东西绝对不做，什么嘟嘴什么类似。不能，那你不让人家兴奋吗？你让人兴奋。真是很精彩。像包可爱的这种黑历史视频，大家有吗？你没有？你没有吗？我德高望重的老 OG 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咱们就来播放一下周奇墨老师的这视频，来看一看。周奇墨老师干了什么事儿？这对劲儿吗？哦，我说呢，我说咱们这个舞台那个杆给谁用的呢？原来是给周奇墨老师 solo 用的，巴拉巴巴巴。来一个，来一个。我通报费没有这么多。可以。疯了！音乐剧王子。您自个儿说说吧，那个当时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撩人呢？当时我也不知道，已经完全忘了前因后果。这段视频为什么存在，我都很纳闷。羞耻的记忆，我们一般都会自动删除。对，我大脑已经把它屏蔽了啊！我希望后面就这个留言赵主能来，然后澄清一下。哎，复刻一下。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今天我们包可爱简直太炸了！谢谢包可爱，感谢。我感觉85分差不多，就是我觉得还能再好一点，也是头一回上没经验，有点紧张，但是上去2分钟之后我就缓过来了，就已经完全回归到那种线下演出了，还行，是一个非常合格的演出，很完美。我没有见过啊，在舞台上拿视频出来解说的这种喜剧形式，我想了解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新颖的高级的喜剧项。感觉好像已经领先全球了，今天应该取得一个好彩头吧？大家的表现现场应该能看得出来，我觉得应该不会露宿街头。不愧是2位老师那个推荐的演员啊，是厉害啊！我们录节目真的是很快乐，对不对？因为马上是最后一位演员啦，建一来啦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we're ready, we are ready, you know。在后面等半天了，实在是能量攒了一堆，没有地方释放，所以 let's go。天一，我对我自己定义是颜值担当和 rap 担当。我们这个行业没有人会承认别人比自己好，我感觉。说实话，我一直觉得我是北京线下最好的脱口秀演员。我烫爆了，我希望我不拉，我将在这个节目大放光彩。耶！我难以想象有一个演出，周奇墨开场，小鹿第2个，我最后一个，我觉得特别牛，特别牛。我这180斤压轴。Yeah, rapper！ 嗨，朋友们好，我是天一，大家好。老师们好，老师们好。我其实是这样的，我的段子关于 rapper 的啊，我知道很多脱口秀演员都讲过 rapper 的段子，你们可能觉得为什么要讲这种话题也太老了吧？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是吐槽 rapper， 我是想干 rapper， 我想成为 rapper。因为我觉得说唱也是喜剧的一种，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一个喜剧说唱。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 rapper 也挺幽默的？哎，我觉得说唱综艺的海选，就是我见过的非常幽默的一个场景。很多 rapper 们一上去之后拿了麦就什么要，评委老师选我，因为我对说唱有我自己的态度 ，man。我跟别的 rapper 们不一样 ，man。
你就觉得 rapper 的生活习性啊，跟山羊很像。他平时就低着头溜达，你也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他突然一抬头就咩。我觉得我总结的还挺像的哈，我真的想干说唱，因为干脱口秀太不容易了。你们知道这2年脱口秀挺难的，你得讲故事、讲梗，对不对？得有逻辑，最好还有一个悲伤的原生家庭，想火的话还得有一个不怎么样的老公。最后这个我实在没有，法律不允许。对不对？所以我想着就是试试别的途径，比如说做 rapper。说唱其实挺简单的，你只要说快了，你就可以通过你语速的加快，降低你文本的空白。我举个例子，什么我也曾经感到绝望，但我不曾放弃信仰。如今的我越来越强，他们叫我说唱之王。乍一听很酷哈，但你仔细想想，中间缺了一个过程。他是怎么从就是啥也不是变成说唱之王的？没说过，对不对？这个例子可能不明显，我还有个更明显的例子啊。我跟我的兄弟曾经被人瞧不起，但我跟我的兄弟现在开着法拉利。你就特想问他，你这车哪儿来的？对不对？能是正道来的吗？所以我想试试学说唱。我的方法是找 AI 帮忙。我找那个一个 AI 帮我盘了一下，如何就是快速的写说唱歌词儿。他告诉我是大象装冰箱法。你们知道那个老梗吗？怎么把大象装冰箱？一般是分3步，对不对 ？rapper 分4步：开门，大象进去，关门，然后问兄弟，牛吗？我掌握到这个方法之后，我就开始创作了。我现在大概已经写完1张专辑了。我每一首歌都会把大象装冰箱这个歌词放里面。我一开始做的是模仿各地的 rapper， 你们知道每个地方都有各地的方言，对不对？我一开始模仿的是川渝 rapper， 川渝 rapper 什么要把大象放进冰箱，全靠我的兄弟伙儿，把大象放满冰箱，我们一起吃火锅，对吧？川渝 rapper 一定会聊到的点，火锅，成都 CDC。对不对？还有新疆说唱，新疆说唱就是这哥们儿平时啊，普通话再好，上台也不能好，啊，上台就必须带口音啊，那人雄鹰一样的，对吧？冰箱能装大象的，说唱还得听我的。我是来自西北的狼，从来不曾投降，因为就算连大象也被我装进冰箱。还有北京说唱。要把大象放进冰箱，你先问问北京人，这么正能量的事情不能没有精气神。北京动物园大象来了，对吧？这些都挺好，但我一个也用不了，因为我实际上不是北京的，我是北京旁边河北的。河北那个地方就没有 rapper， 我们那地儿不产 rapper 啊，所以我只能从音乐风格上找突破。我一开始想做狂放型说唱，你们应该见过很多狂放型说唱，就上了台你别管我为什么狂，我就狂。上来就什么，我曾经把大象装进冰箱，因为他看我的眼神有点嚣张。我的homie劝我暂避锋芒，我说不用了，今天的老大猛犸象来了，也一样得滚进冰箱。对，我一开始就一直在做这种狂放型说唱，写了3首 demo 之后，发给我个在音乐公司上班的朋友。我朋友听完劝我说：“别干这行，你要真想干的，你不如说什么的，你首先别狂。”我说不狂那还能写什么呀？说唱，我能炫富吗？对吧？你记得前2年 rapper 都炫富吧？老子有车子，老子有票子，老子打开家里头的冰箱，里面装的都是钻石。现在不可能了，因为大象在里边，对不对？我朋友说千万别这个，这2年的 rapper 换路线了，现在流行的不是炫富，也不是张狂，是小镇青年。这2年 rapper 的路线一般是什么呢？我是来自小镇的青年，父母在外头打工，缺失了我整个童年。我现在为了赚钱，就是不要尊严，只要爸爸妈妈可以过得好一点。最近 rapper 都这个路线。我希望他们是真的想这么做，而不是因为查税了。因为一查税，好多 rapper 都不再炫富了啊！前2年都说什么老子去年赚了8个亿，兜里沉的都耷拉地。你看他交多少税？2100。
所以这2年突然就开始变小镇青年了。我说那要真小镇青年也行，咱们河北人也适合做小镇青年，我可以走这个路。于是我为了新说唱做了完整的准备，一首小镇青年风格的 trap。上来就是一段 trap， 什么要把大象放进冰箱，总共分成几步？我跟我的 homie 正在努力寻找思路，把大象放进冰箱，总共分成几步？我跟我的 homie 正在努力寻找思路。听到这儿应该知道没有思路。这时候就该上价值了，小镇青年就该来了。想想来时的路，想想吃过的苦，想想刚来北京时候兜里只有2.5块。为什么2.5块？北京地铁3块起步。曾经走投无路，冬天买不起秋裤，但哥们儿现在走起来了，每天都买拉布布。其实还是炫富，但偷偷给泡泡玛特留了一个植入，这块可以删掉，不用的泡泡玛特可以放在闲鱼上卖了，朋友们。对不对？这时候正常评委就应该让我晋级了，我觉得啊。但怕万一遇到特殊情况，我还有一个后招，就是我是擅长什么？我擅长跟观众互动，我可以跟观众互动，跟观众共情，把场子炸起来，强迫评委让我晋级。没有情没关系，咱们硬供。我来举个例子，看看你的冰箱，再看看我的冰箱，你有没有发现大家家里都有冰箱？是不是供上了？看看你的梦想，再看看我的梦想，我相信你跟我一样，心里怀揣梦想。来吧，朋友们，助力我一起把大象装进冰箱。以上就是我的段子，谢谢大家，我是天一。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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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谢谢我们天一，好嘞。你嗓子是哑了吗？哦，我说话就这样。我是有声带结节，6岁就是这个声音了。6岁就这样，好早熟的孩子。别的小朋友上幼儿园都可清脆了，我说老师好。小鹿是向我们极力推荐您的演出啊，说您在线下特别炸。哦，谢谢谢谢。天一是我在开放麦见到最高频的演员，就是我感觉早期的时候他段子没有那么的炸，突然有一次我去开放麦，我感觉哇，他写东西已经写得非常，就是他会一个点不断的更多的去拓展，我觉得很厉害。那后边就是越来越好，哪一场开始你有记忆犹新，说哇塞，我可以干这行了，我说的太棒了。大概就是去年有一次在线下跟小鹿老师一起同台讲完开放麦，然后小鹿老师跟我说你最近进步好大呀，我当时就感觉一下信心就有了。因为你是我最喜欢的脱口秀演员啊，对，感觉你就是得到了你刚一入行就特别憧憬的前辈的认可，那一瞬间你觉得这个路可以多走2步。哇塞，太棒了！你把客气话当真了，哇，好棒！原来是客气话呀，恶毒。但是我觉得这好事啊，因为他当真了之后才有今天的这样吧，对不对？老不把什么都不当真，他也走不到今天这步。对。好嘞，因为大家其实演出时候都碰见过一些很好玩的，哎，露丝碰见过演出有什么好玩的经历吗？其实我演出的经历比较少，说实话。那我们一般就是在街上，然后一般也开始的时候会老遇见，就是那种，比如说有些时候需要行人们，就是可能稍微等一会儿。这个时候最忐忑的其实是演员，也确实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可能在说着那种谈恋爱的，就是很入戏的词，在旁边谁呀？谁在那儿啊？这太对了，哎，就我碰见过这样的。什么演员呐？多有名啊！因为我们要赶紧拍完，我们这会儿不能说转过去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们还得就在那说今天去吃点什么呢？谁呀？我碰见过这种事儿，我们也是在一个院里头采访一位奶奶，然后在那儿说她这个房多少年为了保下来多么的就是心酸。旁边过一大爷，你们这拍什么呢这？对，北京大爷初见端倪。没有看过那个徐有耀演吗？沈浩明不是送了那个许岩一套4合院吗？记得吗？然后沈浩明不是带着许岩就走过那个小胡同吗？我们要演就是走，然后就是看到这个地方就觉得哇好好，然后大爷们什么的也不穿衣服，就是对拍着肚子，然后在那儿看着鸟说干嘛呢？我有一个反应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俩一起往这边看，然后我转过来我这样的。
哇哦，fantastic baby。然后伟霆哥也看到这边，然后我转过去，然后伟霆哥这样。我不知道为什么摘取了那样一个片段。反正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太棒了！那么感谢我们的天一。我们这一场所有的演出呢都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可以回顾一下第一场演出，好不好？哎，观众朋友们，咱们就平心而论哈，是不是还是很好笑的？挺好玩的，对不对？能够达到你们的预期，是不是？还有惊喜，我觉得很好，就是感觉各种风格的都有。哎，我本来以为脱口秀发展到音乐脱口秀已经差不多了，没想到还有视频解说脱口秀，然后最后还有这个说唱脱口秀。行，丰富多彩。对，而且我感觉演员在台上其实表现出来的状态都非常松弛，我觉得这个状态是表演脱口秀很好的一个状态。希望大家继续这么松弛的把这种轻松的、快乐的笑点送给大家。这也是我第一次看线下的脱口秀演出，我真的是很喜欢今天5位脱口秀演员。我觉得在今天第一次，这样的一个公开的一个都很棒啊，老师们。对。所以说我觉得很不错啊，然后大家就是选择自己喜欢的，然后多多给到脱口秀演员们一些鼓励。对，谢谢你们，谢谢我们露丝这么中肯的这个表达。我们节目联合了微博综艺、微博电视团，发起了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观后感的征集活动。上微博搜索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进入点评页带话题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观后感，分享你追我们节目的感受和对段子的感觉。奖金金额、节目周边、优酷月卡、明星亲签等很多的福利都等您来赢。那么，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现在就是行使你们权益的时候了，拿出你们手中笑发财了意见卡，觉得整场都非常好笑的，就多多的给我们的5星好评。只要是4星以上，我们超过70%，我们就不用去露宿街头了。希望各位公平，觉得我们好笑，就4星以上帮我们投票，好不好？谢谢各位啦！谢谢各位。今天第一天录制还是很满意的，这是一个不比赛的场，演员第一次上台也没有那么的紧张，大家还是都发挥出了自己在线下稳定的水平。我感觉今天演员在那个舞台上那种控场力，面对观众的那种松弛，都超出我的预期，其实真挺好的。我今天其实是有惊喜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很新的话，容易笑话打不中观众，但是现场观众朋友很捧，然后大部分笑点都打中了。我觉得今天肯定也得头彩了，如果不头彩的话，我们后边10期啊，都得露宿街头了。唉，要是一会儿投票结果不好，咱真去睡大街，后面演出可咋办呀？别慌，给你来点踏实感。来，躺这儿，让你体验一下身体零重力状态。我的肩、背、腰、臀、腿都被稳稳托住，像漂浮在海面上。怎么做到的？这个就是喜临门呼呼智能床垫。哎，它很聪明的，能自动适应你的睡姿，精准承托身体的每一处。你越累，它越懂怎么让你放松。真舒服，难怪叫飘着睡，焦虑都飘走。这回可以安心等结果了吧？你自己搁这坐着干啥呢？我等你呢，我寻思心里没底，跟你唠唠。唠呗，唠啥呀？你觉得今儿演咋样呀？还行啊。我平时不那样，劲儿大了。对，我劲儿太大了。你劲儿有点大了，但是我觉得还行，是我能接受。我搁那个后面跟张美楠和鸡翅没少夸你，我们仨搁这夸半天，因为那个感觉很对。是真夸我了，咱们播了可能看见。真夸了，真夸了，真夸了。我没有时间夸你，我当时是我理解你，你也给了我很多安慰。我在后面说你像我大姨啊，没事，像你像吗？像你大姨有福。来，恭喜各位老师们！我们已经有结果了。我们开一个复盘会，读一下观众评价。这个挺残忍的，因为平时我们演出完以后都是至少也得自己搜吧。哎，对。
对，很多人自己搜一搜评论啊，自己高兴，自己恨，自己伤心。但这次我们可能需要当场就是公开处刑啊！有请我们这个鱼头人。哦，优雅。这两项优雅，优雅永不过时。先让我们周老板说。那我先读一个3星的。哦呦。没有晋级压力，大家状态更倾向于线下，这点很好。5位相对而言，第3位更紧张一点。切入的点也可以考虑如何更优化一点，加油！哦，好专业，很细致的观众。鸡翅耳，观众觉得今天你第3个有点紧张，你会紧张吗？会，其实还是紧张啊。但是我在想说，就是表演的时候是就最松弛的状态才是最好的演出，对吧？嗯，对。那就心里奔着一个就搞砸了就搞砸了呗，就是这么一个念头，就降低预期嘛。是的，而且你自己都放松了，你这个演出不会差的。其实这是积极心理学的一种，就是明白。它听起来是很丧的，就是但是实际上那样的状态会让你非常的好。万一愿望实现了呢？可怎么办？就是说我就是不好笑啊，怎么着吧？就是不好笑就不好笑，不好笑算了。这个是消极心理学，消极心理学。不是上去之前觉得，哎呀，大家不笑也就算了，上去讲一会儿不好笑，不能就这么算了，怎么能就这么算了？我不服气。哎，这样我随便拿一个差评试试，大家施展自己的积极心理学，好吧？我们从第1句开始，大家看能怎么乐观起来？好好，乐观起来。3星最多了。不错了，3星。没事儿，我们四川都是3星堆。说出梗的那个包袱点太慢了，这怎么办？我觉得这个是大老师全责，因为他出梗太快了，显得我们很慢。有道理。你们太恐怖了，攻击现场嘉宾了，开始。关键人写的这句话你怎么说？演员的故事有点无聊。虽然无聊，但是有点。啊，这个好。说有点，演员的故事有点，但有点。太乐观了。而且我们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我们还是素人，我们还称不上演员这个称号，就骂我一个人呗。你怎么回事？剪掉这个，剪掉。我错了。说好一起积极心理学呢？不是。你马上就不是素人了。我再读一个。嘉宾太优秀了，比想象中的有梗（括号指露丝和大张伟）。没有我和周老板呗。他的意思是说，本身预设你们俩就是最好笑的，就这个意思。我们是想象之外的。你这边内急也好笑，你这边拉臭臭也好笑。谢谢你肯定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你看，有观众特别暖心的说，每次看脱口秀，总感觉台上的演员用自己的负面情绪逗乐大家。希望每一个演员也能像我们听段子时一样快乐。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我这个呀，非常的友善，就是有一位观众说，非常好笑，支持感叹号，希望露丝每期都来，哈哈哈。喜欢每位老师。哦。很善良，给了5星。哦。你看我这个也是有800字，对。我这个写的非常满。他首先写的就是很饿很渴。先说了自己，周老板跟大老师的衣服服装好好看，咱俩弱了，然后呢，咱俩这个，然后全场的演员的段子和表演都非常棒。哎呦，这一位你看看是马天一的，咱不听啊，咱不听，我们想听，我们也想听，除了一个人，别的都想听。但是我又感觉其实在夸他，是夸，你自个儿理解，你自己感受。来，咱们念一下。第一次听天一人很帅，谢谢。但是段子 get 不到，有2个笑发财了，意思得了。好狠啊！确实这事有点扎心。露丝，刚才你会觉得
他这个本身这个算扎到他了吗？就是因为已经说到业务能力不行了。我觉得，因为反正不管是什么演员，包括网红，其实我们都站在一个其实是需要被观众就是去议论的这样一个位置。但如果没有人讨论，就说明你没有被记住。所以我觉得，他觉得你很帅，就是他 get 到你的外表，但没有 get 到段子。又说一遍，又骂一遍，至少有一样被 get 到了。对啊，但万一说有演员都没 get 到，更惨。对，是的，所以我觉得挺好的。我揣测一下，天一今天你应该演的可能没有那么开心，因为你可能会觉得这个现场的演出的效果跟你平时在线下的就完全不一样。对，跟平时线下不太一样。对，你会在台上演着会有一种不对劲儿，没起来，哎，这没响。你是不是在讲你自己演的时候感觉？我今天没用好段子，我也有一套说唱，我跟天一比了一下。那这个时候就可以放出我们周老师上次说唱的视频了。Hey yo yo all star here on the super show。周老师主要是以舞蹈来让这个行业。行，那咱们既然所有的这些反馈都知道了，咱们就要到了我们最紧张的宣布结果的时刻了。今晚会不会露宿街头呢？首场观众的满意度是多少？84%。可以了，不露宿街头了。知道结果的时候，感觉到观众很温暖，可能观众也知道我们一个素人节目不容易，大家也就是非常热情的给反应。朋友们说我今天劲儿使的有点大，但也有很多观众笑了，就是演员很高兴的一件事，希望下一次就会更好。84%说明大家整体还是满意的嘛。有一些观众评价感觉还是挺中肯的吧，我这个节目还是挺真实的。录比赛确实是氛围比较放松啊，越放松越好。今天这表现不可能露宿街头，因为我觉得我们今天5个人挺好，很完美。因为今天我们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获得了一个头彩，对吧？那我们就一起拍一个小视频庆祝一下吧。来吧。我觉得很成功，你看。为了庆祝今天首场演出成功，我们神奇的咸鱼当然也有福利送给大家。我们玩一个拍得多赚得多的小游戏，在这个屋子里面，你拍到任何你认为最贵重的东西，把它一键挂到咸鱼上卖掉，卖多少钱都归你，赚多少靠自己，好不好？哎，好。我来。明天进来就是全卖了，选贵的拍，咱把空调卖了。不是长沙冬天这么冷，那空调卖了咱咋过呀？我有我自己的想法。哎，你们看，神奇的咸鱼真是太聪明了，它拍照竟然可以 AI 实降，能识别出照片里超有含金量的东西。哎，我也没想到这最贵的竟然是摄像机。哎，那咱直接挂咸鱼给它卖了呗。你是真敢卖呀？反正咱有金主咸鱼给咱兜底呢，怕啥呀？哎，恭喜你，他们今天晚上首战告捷，所以我们今天不用睡大街了。那可以接着睡了是吧？对，你接着睡觉吧。那为什么还要叫我起来呢？那首战告捷的意义在哪儿？这5点多的，再见吧。
想来线下看选手们的演出吗？打开大麦 APP 搜索“不好笑就露宿街头”，进入线下演出许愿活动页，关注你喜欢的演员，并许愿你想看的演出城市，选手们可能就会来到线下演出现场哦。欢迎来到我们不好笑就露宿街头。下面要上场这位，全世界都没有谁能比他更幽默了。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刘洋老师。我讲了10年单口喜剧，我没有受过这种羞辱。如果你会背诵成王得序的话，可以免门票。呦，那也不让你背。我讲了快10分钟了，让你装一下子。我媳妇普通人，普通工作、普通收入，什么都挺普通的，但是他爸爸不错。不准那么好笑了啊！我就怕看到后半夜那个火腾一冒，老头走回来了。我回来了，他们说交够数了。我觉得啊，生孩子的理由可能有很多个，但肯定没有一个理由是一个人躺在家里床上唉声叹气的说：“哎呀妈呀，我挣这么多钱，怎么花呀？哎呦，生个孩子吧，要不？”我想问一下，你们见对方家长吗？什么意思？都躲着，既然家人都这么进去吧？说吧，岳父。第一个问题给我出现这样。那么本场的满意度它是什么呢？妈呀！它有%。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露宿街头也要笑。首发名单你们是有看了的，我们5个都不在里面耶，凭什么啊？他们5个人比我们厉害在哪里呀？我觉得都这么一般。哦，我不觉得哦。为什么不让我们女性去 fire 去战斗？你也比他战。如果第2期还是没有你，我就不来了。啊？听到没有？放弃。要我，不要打架了，你们都是我的嘉宾 ，peace and love 一点。不好笑就露宿街头，每周6中午12点更新。SVIP 用户可提前看下集 ，VIP 每周6周日分天更新，非会员自周2周3 12点免费观看。SVIP 用户每周日加强衍生、嘉宾精编、段子纯享版等精彩内容。每周日中午12点 ，SVIP 用户解锁露宿街头也要笑衍生节目，看脱口秀演员们更多爆笑互动。每周1至周4不定时掉落笑街微博精彩花絮等你来看。Days, memories on my wall. All these pictures I don't wanna know at all. Don't wanna know at all. I can't shoot right back to you, 'cause after all that we've been through, it all we've been through, it all. And I have known the man of broken words we never go. Don't be angry, but you crazy right. Don't be angry, don't fall apart. To be any better than I could have known myself. Don't be angry. Look in the way you are. I don't remember your highs and lows. Leave me wondering if I'm gonna fade. Okay, should I take or go low? You and I have made the mark of broken words we never said. Looking in lazy eyes, don't be angry. Before time of God, to be any better than I think I know myself. Don't be angry. Looking in lazy eyes, don't wanna make a call. Don't wanna let go.
Don't wanna know at all, no at all. I don't wanna make a call. 关注新浪娱乐，更多精彩资讯早知道，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不好笑就露宿街头开放麦，分享你对节目最真实的看法和意见吧。上微博搜索笑街不打烊营业局，跟选手一起畅聊现场录制趣事。